巴基斯坦购买中国的军工武器出了怎样的问题？这给巴基斯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军工装备为何会频出问题？这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将作何应对？我们都知道，近年来随着中国取得了飞速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这使中国不仅加快了对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加快了对外出口贸易，将自己的军工武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并受到了世界各国青睐。然而，中国出口到世界的军工产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外界的一致好评，但是也有一些军工产品的评价并不是很好。据地缘政治网最新分析显示，巴基斯坦海军至少面临4艘中国制多用途护卫舰的问题。然而，据报道指出，巴基斯坦所面临的不仅仅只有军舰的问题，甚至连双方联手打造的 JF-17枭龙战机也出了问题。据欧亚时报报道，军事专家法布里在地缘政治的分析中写道，至少4艘2009年7月服役的中国 F-22P 型护卫舰，让负责在阿拉伯海还有印度洋汹涌浪涛中驾驶他们的巴基斯坦海军官兵带来噩梦。关于中国 F-22P 型护卫舰，据悉其是巴基斯坦向中国沪东中华造船集团司订购的3000吨级多用途护卫舰，其中 F-22代表护卫舰22型，P 代表巴基斯坦。因为本级各舰均采用阿拉伯语命名，各舰名均取锋利的刀剑之意，因此本级舰也称之为刀剑级护卫舰，其首舰名为佐勒菲卡尔级护卫舰。此外，在设计上 ，F-22P 型护卫舰可视为 053H3 型护卫舰的外销型号，在设计上大体与 053H3 型护卫舰相同，不过其设计与装备大量融合中国在90年代末至今各种新造舰艇的经验，改进耐海浪性以适应巴基斯坦本土海况，从而以便可以更好满足巴基斯坦海军的要求。当时巴基斯坦一口气买了4艘 F-22P 型护卫舰。然而，关于这4艘 F-22P 型护卫舰，有分析人士指出，其中3艘是巴基斯坦向中国直接采购，还有1艘是由中国技术转移，在喀拉蚩造船工厂打造。而巴基斯坦当初会买这些护卫舰，目的在于加强海上作业军舰的防空能力，拦截敌方水面战舰，打贸易战、巡逻、保护专属经济海域和进行直升机作业等。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这类任务目标需要护卫舰在充满威胁的环境下动用长程面对面和面对空飞弹。但是，令巴基斯坦大失所望的是，FM90 导弹系统的显示器指示有错误，这就使其相关系统无法锁定目标，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导弹失效，以致无法达成其中一个关键任务目标，从而导致任务失败。对此，有报告分析说，这些护卫舰装备了有瑕疵的红外线感测器、IR-17和 ASR-60 雷达。然而，这对于海搜寻来说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大功率传输中，这些搜寻追踪雷达出现错误，这就大大降低了操作效用。因此，对于这些出故障 IR-17感测器，需要移除，以便可以达到最好的性能。不仅如此，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打造的护卫舰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在于主发动机。它们的关键缺陷就在于排气温度高，从而导致发动机转速低。除了这些常见的问题外，分析人士还具体指出了每艘舰级护卫舰的问题，如阿斯雷特号的雷达性能不良，而佐勒菲卡尔号的76毫米舰炮也有瑕疵。这就导致巴基斯坦这批军舰问题百出，严重影响巴基斯坦海军的正常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巴基斯坦第一次面对中国军备出问题。据悉，在今年2月的时候，据说巴基斯坦陆军面对从中国进口的 VT4 主战坦克，还有203毫米榴弹炮出现品质和可靠性问题，这也给巴基斯坦造成了较大的困扰。此外，据报道指出，除了巴基斯坦外，约旦皇家空军采购了6架彩虹4B 无人战机。然而，根据随后的报道称，由于约旦不满意他们的性能，所以最后就转手卖掉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加强对外出口的时候，由于没有注意产品的质量，这就使其出口出去的许多产品的质量受到了较大影响，因为导致这些国家在使用中不是很愉快，而这对于中国产品的口碑有着较大的影响。对此，有专家说，
中国仍在致力赶上如美俄等技术优越的军售大国。虽然中国制造的武器不像是美俄武器般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经过实战验证，所以这使中国军工武器的性能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才会像现在这样问题频出。对于中国军工武器的发展，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军工武器在发动机、电子设备和复合材料等方面普遍落后于美俄。此外，陆制武器除了技术较落后外，也不像美国与盟友以及俄罗斯打造的武器般经过实战验证。而由于技术和实战验证这两个要因，这就使中国制造的武器远不如西方和俄罗斯，存在着较大问题。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虽然中国所谓一些军工武器存在着一些质量问题，但是像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家仍倾向采购中国的军工武器。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较为落后，所以在购买军工武器的时候，质量只是一方面，而且只是很小的一方面。因此，他们在购买军工武器的时候，最重要的考量就是价格与政治，还有其中空间很大的回扣。这才使中国军工武器在这些地区较为流行，且受到了这些国家的喜爱。就如巴基斯坦，其之所以向中国采购武器，这主要是为了保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便可以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从而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同时，这也是基于保持两国良好关系的政治决定，甚至兼顾地缘政治的赌注，以此来对自身起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购买中国的军工武器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促进自身的发展和更多的得到中国的帮助。此外，还有许多国家购买武器不是为了在战场上使用，因此品质往往会放在政治、财务和其他考量之后，因为政治的影响对于国家的发展更为重要，所以这将作为很多国家购买武器装备的首要因素。这也将对这些国家购买武器装备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确实需要进一步加快提升本国军工制造能力，以便使本国可以生产出质量更好的军工精品，并在世界上赢得更好的口碑。这将有助于中国军工进一步缩小与美俄之间的差距，实现更大的突破。这对于加快中国军工走向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从巴基斯坦这一失败的例子中，中国也可以有更多的学习，以便可以更好加快提升自己本国军工业的发展，可以对巴基斯坦遇到的问题能进行妥善解决。这对于中国来说将是当务之急，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军工的发展，对于提升中国军工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有着较大的影响。